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在国外败诉的张恒，终究还是用孩子作为武器，指向已经置之死地难后生的郑爽。曾经郑爽张恒有多风光，如今两人间的拉扯就有多狗血。2年前两人分手闹掰，张恒手撕爽子，把两人孩子跟偷税漏税的事儿给捅出来，连爽子一家人的录音曝光了，可谓是撕破脸皮。郑爽2年前最遭人诟病的点就是这俩孩子，偷税漏税也好，疯疯癫癫也好，吸毒也好，娱乐圈都是屡见不鲜。只有代孕和弃养真的是让吃瓜群众大开眼界，所有人都难以接受他对2个小生命的漠视，甚至仇恨，用不合法的方式给世界增加了2个生命，最后却想随意丢弃，不管不问，这能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最后爽子彻底凉透，被带入无底深渊，永远不能翻身。谁又能想到狗血、奇葩、毁3观的事儿还有后续？沉寂2年的恒子和爽子贡献上2023年开年第一闹剧。1月6日，张恒以一己之力将爽子给折腾上了热搜。先看一组图片，是张恒指控爽子虐待孩子的证据。行，这2人每次都能折腾出新的突破人类和法律底线的花样来。除了受伤的各种证据，张恒还晒出了孩子一听到妈妈要接自己回家就害怕到大哭不止的视频。最绝的是，张恒这次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直接通过洛杉矶当地某媒体来了一个现场直播。隔天，也就是1月7日，爽子回应全文如下。这里提出了2点张恒的违法事实。第一，这案子在美国已经掰扯过一轮了，只不过所谓的虐童在国外并没有被认可。顺便在这里科普一下，国外孩子是拥有人权的，真正出现虐童行为是触犯法律，要进去的。有没有虐待孩子判定的也很严格，儿童保护机构、医院、法院都有参与评判。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行为，3家专业的机构不存在判定失误的可能。总结一下，张恒爆出的这些证据，美国警察、儿童机构和医院都不承认是虐童，但他还是想报警。尽管律师不让他这么做，美国的宣判结果不允许在网络上曝光小孩，但张恒很坚决，圈妹不站他们任何一方。女坏男疯，一个是利欲熏心、偷税漏税、违法生子，彻底成为失败者的劣迹女星；一个是为了东山再起，将孩子作为武器，卖房也要维护财富的软饭男。还是那句话，网络平台不是法院，网友不是法官。舆论不能左右司法，将法律问题交给法律，而不是借着孩子一次次吃人血馒头。近2年，顶流明星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个个倒台消失。我们在声讨这些劣迹艺人作妖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罗志祥、李易峰、邓伦、爽子、冰冰，他们每一个人在垮台前都是风光无限的顶流，他们的狼狈也只是娱乐圈的冰山一角。比起爽子的闹剧，更严重的是如今娱乐圈的灯下黑，以及衍生出的各种畸形发展。爽子罪恶的开始始于痊愈，偷税漏税数额曝光之后，有网友悄咪咪去算了一笔账，演技不怎么能行，却手握大把流量的他，单部作品片酬高达1.56亿，平均每天200万，只多不少。一个真敢要，一个真敢给。那么问题来了，从冰冰偷税漏税曝光之后，相关单位就明令禁止，不许明星酬劳过高，也不允许出现阴阳合同。为什么爽子出事前依旧保持着千万片酬呢？你品，你细品。2016年8月26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关于天价片酬的专题新闻，点名了周迅、霍建华为首等一部分拿天价片酬的所谓顶流。同日，主管机构通报，表示将出手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等问题。然后呢？似乎没什么然后。2017年，杨幂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部57集的电视剧，杨幂总片酬达1个亿，每集片酬在180万左右。同年，周董宇和罗晋参演电视剧《幕后之王》，这部剧投资人投资了2.8个亿，在现代戏中算是大制作的片子。粗劣的后期拉垮的剧情，堪称简陋的服化道，让粉丝们懵了。这么多钱花哪儿了？2020年，制片公司公开近3年的资金动向，
一部46集的电视剧，周冬雨拿走1.09亿片酬，罗晋拿走了7714万的片酬。近日，浪莎取消与朗朗、吉娜代言一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热议。两人为啥一天被取消？这个圈妹猜不出来，唯独看到了合同中的275万片酬。这个275万仅仅是允许使用两人2年的肖像权。换句话说，两口子抽出半天时间拍摄一组宣传照，以供未来2年广告方使用，就能轻松赚275万。这个金额占浪莎2022年前3季度利润的27%，也从侧面反映出内娱明星天价片酬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为了合理、合法、合情，还衍生出了新的套路。冯小刚说，跟全球同行业相比，这是一种超常现象。在中国制片人的收支账本上，明星不仅是收取最高片酬的人，他们还会通过一些途径入股分红，甚至有的直接成为收视率对赌的参与方。北京某媒体传播公司的市场部总监也得出结论，艺人薪水未来至少要占到成本的1半，甚至整个制作成本的2/3。这偷换概念，不拿片酬谈入股分红的操作高，实在是高。就是不知道不断吹天价片酬产业链的泡沫，究竟何时才能踩下刹车？顶流们的德不配位，爽子在和张恒剪不断理还乱之前，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德不配位，拿天价片酬也不是不行。举个例子，成龙、谢霆锋、李连杰等人每次拍摄都是拳拳到肉，拍摄途中浑身是伤，落下了诸多再难恢复身体残疾。尤其是成龙和李连杰，浑身上下一块好地儿都没有。在德与位平衡的情况下拿天价片酬，大多数观众是没有意见的。但很明显，他们的片酬并没有爽子等顶流的高。最早的顶流明星应该就是杨颖、爽子、冰冰，几千万一部戏，各种抠图替身，演技尴尬。尤其到后期，爽子成了热搜专业户，整天炒作什么盛世美颜，节目中疯疯癫癫等等等等。出道多年，除了最早那部《一起来看流星雨》之外，基本没有代表作。后期自甘堕落，依靠代言、粉丝流量、离谱行为吸引流量，演艺生涯80%以上都是评分不及格，演技拿不出手的烂片儿。粉丝们还在各大平台给人洗脑，称他是个艺术家，可不就是德不配位的典型吗？圈妹也是万万没想到，爽子这个前浪都已经拍死在沙滩上了，咱们娱乐圈的顶流们不仅没有深刻反思，反而在他走过的路上继续策马狂奔。打开电视机，如今能演主角的顶流们看脸、看背景、看关系，成功与否基本上看咖位，谁红就用谁，唯利是图。演技让人尴尬的脚趾抠地，逼得濮存昕、袁犬、陈道明等老戏骨没眼看，一边吐槽如今娱乐圈没他能干的活，没他能上的机会，一边拼命远离如今的顶流们。作为一个偶像，一名演员，站在聚光灯底下，到底是为了艺术献身，还是为了手机里的余额？私德即作为一名合法公民，需要遵守法律秩序，不做违反公序良俗的事儿。但聚光灯底下所谓的明星，有多少是应该被众人所学习的呢？前2年陨落的吴亦凡、邓伦、爽子、李易峰，哪个不是如今的流量顶流？打榜、控评、引战护罚，私生活混乱，这难道应该是明星偶像要向社会传播的精神吗？再看现在的内娱影视圈，多少人没有作品、没演技、没实力，私德不经挖，公德找不到，粉丝管不了，甩锅有一套，自身不占理，外网四方笑，靠什么德去配位？缺德吗？为捞金要钱不要脸，吃相难看，作为公众人物却知法犯法。第4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相比于爽子的代孕，有些明星干的事情比他更恶劣，却依旧活跃在荧幕前。童卓通过家庭关系将复读生身份改为应届生。张翰2007年3月为躲避处罚，拖行一名年轻交警100多米，造成该受害者粉碎性骨折、肾损伤，被4、5辆社会车辆逼停后依旧态度嚣张，极度不配合执法，甚至在派出所大喊冤枉。我不想跑，
只是情绪比较激动，我只想让他下去而已。虞书欣私服动辄几十上百万，众多影视作品的女主角。2023年1月5日，被曝父母欠钱不还。根据某商业 APP 显示，虞书欣的父母成为被执行人，也就是咱们说的老赖，执行金额为31.15万。搜索其父母大名，结果2013年虞书欣的父母还有一笔200多万的欠款。2013年拿不出200万的虞书欣父母，在2014年增加注册资本，并且进行实缴，实缴资本共3000万元，其中虞书欣父母于批杰实缴了2100万，虞书欣母亲刘金美实缴了300万。看看虞书欣穿的各种名牌衣服，再看看失信信息上旅行情况，再仔细品一品虞书欣父亲民间借贷公司的超高利息，多悲哀！被张艺谋强捧的顶流刘浩存，母亲舞蹈学院监管不慎，导致一名女孩受伤，女孩受伤生活无法自理，大小便要靠人帮助，家庭经济状况非常艰难，急需治疗。而刘浩存的母亲一毛不拔，打官司上诉，拖了6年整，将治疗机会给拖没了，终生残疾后才完成赔付。同样是从小习武，那个孩子在看不到的角落发烂发臭，刘浩存居然还在残健融合晚会上招摇。知法犯法的明星越来越多，甚至大部分人都是当红偶像，他们屡屡违法失德，仅仅是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吗？艺人违法不断，恰好就是因为他们有法律意识。只不过在空前被纵容的氛围里，艺人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迷失自我，甚至把突破道德底线当成了自我个性张扬的标签。他们之所以能火，能肆无忌惮，原因很简单，民众打不过资本，匠人干不过流量。2016年，彬彬被曝光偷税漏税，此后国家开始规范影视行业的税收秩序。发布要闻之后，仅仅2个月，国税总局亲自查验申请补税的明星数以万计，总金额达到117.47亿，比2017年20家上市营企的净利润总和还要多，似乎意味着绝大多数明星在税务这方面都存在违法行为。究竟牵扯了多少明星，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娱乐圈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干净，不是吗？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